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张艺兴、杨紫第一次见面就这么搞笑。杨紫说，张艺兴的哥哥是那种很有礼貌、很有风度的人，他可能会比较担心。他可能不敢直接叫我的名字，我会不高兴，但他叫我杨紫小姐，我也没想到。在这几年的面试中，你的条件都有很多点，每个人都要有自信，要有亲切感。我觉得我是在加他的好友，我就去睡觉了。但最近似乎发现你的条件只是爱我的一种方式，一旦几年后你会发现没有了，就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，时间长了，就是容易慢慢的这个条件，你肯定是越来越低了。张艺兴对杨紫说，你要的是对象的效果吗？他回答的下一秒，张艺兴就愣住了。说起杨紫这个当红小花旦带来的，我想大家绝对是非常熟悉，大多数人都是家里有孩子才认识她的，她是一个妥妥的童星。如今长大了，娱乐圈也混得风生水起，事业发展也越来越好。尤其是近几年，杨紫拍摄了很多影视作品，大部分都能火起来，杨紫的演技也越来越纯熟。杨紫很受大众欢迎，张艺兴也不例外。张艺兴是圈内的当红男星，他不仅是个爱豆，也是个优秀的演员，他的演技没有被人诟病。同时，他也没有放弃自己喜欢的音乐，他有很高的天赋。再加上他精致的五官，阳光帅气的大男孩形象，简直不要太讨人喜欢好吗？在很多粉丝心中，就是男神的存在，他也因此收获了很多异性粉丝。但这样的职业有优势，自然也有劣势。优点是爱豆的自然流量大，缺点是爱豆这个职业似乎一旦触及爱情，后果很严重，可能会面临大量的粉丝。因此，张艺兴如果恋爱，对他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影响，需要慎之又慎。在之前播出的一档综艺节目中，节目组同时邀请张艺兴和杨紫参加节目，两人没有合作过，甚至可能不认识对方。但是网上经常有关于他们的恋情的传闻，这使得他们两个人互相了解。而杨紫作为本季的第一位女嘉宾，可以说是火力全开，全场气氛热烈。不仅妹妹张子枫变得开朗了，话也多了，连张艺兴也开始变得不一样了。一向有着小绵羊称号的慢悠悠，还曾直言不讳说自己不懂爱的张艺兴，都开始有了不同的表情。张艺兴在女孩杨紫面前变得不再那么羞涩了啊！他不仅在两人第一次见面时不避讳，对网上流传的两人的绯闻也不避讳，直接开口就是向杨紫打招呼，一句嗨，绯闻里有差点把杨紫给吓死。而且在出行后还不忘向杨紫炫耀自己的离的，为了夸奖之外，还主动在杨紫面前弹琴秀才艺，还主动开着拖拉机带杨紫兜风。更是在杨紫说的滑的时候还表白，没关系，我在后面保护你。喂，和女朋友看这个图，这是我送的，看到拖拉机放蛙，好厉害，很厉害。我感觉这个可以滑行的鞋子都是擦着就把的擦光，滑了小心啊，这两块不要慌。好了，谢谢。没事，我在后面挡着呢。你看这还是以前那个见到女孩就害羞的小绵羊吗？简直太奇怪了，这也不得不让人刻骨铭心的对他们两个人 CP 起来。而曾经的张艺兴对于杨紫，你要的对象是我吗？怎么下一秒他的回答，张艺兴都愣住了。原来按照杨紫以前说的理想，兴在善良、诚实、真诚，是个好人等等这4条。但是这4条张艺兴可都是文章中的啊，所以当张艺兴发完帖子后，杨紫调侃道，你确实有几分帅气，可以说是连张艺兴都冻住了。杨紫也真是老实的小绵羊，当然帅了。而两人虽然没有加好友，但都给对方留了电话，这也让他们俩没有后续发展留下了无限的可能啊。我看了几秒钟你的侧脸，突然就变得很危险，我只来得及冒险了几下。我以为他看完后觉得怎么样，你也看好张艺兴和杨紫吗？欢迎大家留言。02，张艺兴现在就是要沉下心来，多读书，多思考，找到自己灵魂的正确爆发点。他现在就是要沉下心来，多读书，多思考，找到自己灵魂最合适的爆发点，
以一种不伤害自己的形式。在这一点上，我有点同意这样的说法，你应该停止发行专辑一段时间，有时间限制的配额会限制它的发挥。但我认为除此之外它很好，经常看书和随口引用。天知道我编了一个他曾经得到的视频，但对他和我读过的同一本书有多大乐趣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同意你说他没有大局观，他一直都明白自己想要什么，而且生活得很敏感，有时通过，有时不通过。你认为他没有大局观，认为他心胸狭小，认为他被过去束缚住了，认为他想证明自己，但我认为他太了解自己了。他太清楚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所以他不顾一切地去追逐。他的敏感天性是很多艺术界人士的通病，我认为这很正常。他的声音真的很有特色，当初是他的声音让我进入他的音乐。有一种很闷热的东西，它在你的骨子里冒着气泡。他唱的那2首词风格都不一样，但都有张艺兴唱的感觉。你说的那首歌是在卡拉 OK 唱的，但我最喜欢的是没有后路。我感觉张艺兴从小就很有正义感，见少年时的说唱脸谱，现在的信天游，反应能力强，一直忙于工作，没有恋爱，所以他善于扮演正义的类型，但在爱情戏中却不太开放，与情敌没有太多 C 位的感觉。03，你如何评价张艺兴？他有点糊涂，有点麻木，但他还是一个细腻善良的人。如何评价张艺兴？他有一点迷茫和麻木，但人本身还是细腻善良的。如何评价张艺兴？小编，我觉得张艺兴怎么说呢？我觉得他有一点迷茫和麻木，但是人本身还是属于细腻善良那种。记得有一次看他的《向往的生活》，他很疲惫地跟黄老师说他都不知道到底爱是什么，还有一些说内心话的采访，他也表达过这种空虚，说好像除了伪光正的名誉以外，自己一无所有。那些 moment 我觉得有点心疼，因为其实他各方面条件最差，家庭和先天条件，所以只能更努力，对自己更狠心，所以没办法停下来享受生活，所以演不出生活气。他已经很好了，别太苛刻。另外，其实他从小到大都是很听话的好孩子那种，难免会少些灵气。他当练习生当得太早，和家人间缺少朝夕相处的陪伴，和朋友间又基本只有合作竞争的关系，他的性格不可避免的就会变成这样。其实不少高度内卷地区的学生也有这种状态，但学生高考完放松了，还有大把机会去嗨，去把东西补回来。但张艺兴拼到30岁还要继续，除了他自己想开，不然只能这么木着了。但是他够努力 ，EXO 里面其他中国成员都在受不了中韩两边飞而退团的时候，只有他坚持下来了。在他们看中中国市场，准备回来赚一把时，只有他放弃利益，继续坚持在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中，所以他现在是 EXO 里面唯一的中国成员。再看看现在那些归国的成员，发展并没有张艺兴发展好。坐牢的坐牢，恋爱的恋爱，瞬间跌下当红小鲜肉的神坛。甚至电影、电视剧资源都不好找，而张艺兴出自己的专辑，电视剧资源也有，团队活动分红也有，可以说是发展的最好的了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